2026年11月3日下午2点17分，我记得这个时间，因为当时我正把车停在安兰高速的泾河服务区，啃着一个冷掉的肉夹馍。手机响的时候，我看了眼屏幕，姑妈，我姑妈叫李秋平，华东生物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员，她是我爸死后这世上唯一还会在过年时给我打电话的亲人。小月，你在哪儿？泾河，刚卸完货，准备去东川拉一车钢铠回北仓。咋了，姑妈？你现在立刻马上回家，回家之后去超市买够吃3个月的食物，买水买药，买你能买到的一切，然后等我电话。姑妈，到底咋了？我们实验室……电话那头沉默了5秒。我们实验室养了一批实验鼠，用来测试一种新型病毒载体。3天前，有3只老鼠不见了。老鼠跑了？不是普通的跑，那种病毒载体是我们研究的一种。算了，你不懂，你只需要知道那3只老鼠携带的病毒，如果传播开，人类没有任何抵抗力。我算过，潜伏期20到30天，传染途径包括空气、水源接触，致死率100%。姑妈，你在开玩笑吧？我从不在工作上开玩笑。我已经上报了，但上面要评估、要开会、要走流程。等他们走完流程，老鼠早就把病毒带到整个冬天园了。小月，你是我侄女，你爸死的时候我答应过他照顾你。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提前告诉你。他深吸一口气，你有1个月时间，最多1个月。电话挂了。我坐在驾驶座上，盯着挡风玻璃外面来来往往的卡车、轿车、行人。阳光很好，天很蓝。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姑娘举着烤肠从我的车头跑过去，她妈妈在后面追着喊慢点跑，一切正常的可怕。我又看了眼手机，通话记录还在，不是做梦。然后我做了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，我没有打电话给任何人求证，没有上网搜索，没有报警，我只是重新发动了我的重卡，挂档，踩油门，上了高速，往家的方向开。那辆重卡是我爸留给我的，我爸开了30年卡车，从我记事起他就在路上。我妈跟别人跑了之后，我跟着他跑车，从幼儿园跑到初中毕业，就在车上写作业、睡觉、长大。2021年，他在清理拉矿石的时候遇上塌方，连人带车翻下200米的悬崖，车毁人亡，保险公司赔了30万。我用那笔钱买了一辆2手的重卡，就是我现在开的这辆。我把车重新喷了漆，深灰色，因为耐脏。我爸叫李国栋，开了30年车，最后死在车上。我叫李月，开了5年车，现在可能要死在末日里了。但我死之前得先活着。回家的路开了4个小时，一路上我脑子里转的全是姑妈的话：3个月的食物、水、药，等我电话。下午6点半，我到家了。我在北仓下面的一个县城边上租了个院子，1个月300块钱。院子不大，能停1辆车，3间平房。告住，我停好车，进屋，拿出纸笔，开始列清单。这不是我第一次面对危机，我爸教过我，遇到事先别慌，先把能做的事列出来，然后一件件去做。他说他开了一辈子车，最怕的不是山路，不是坏天气，是心里没数。我写下：1. 食物够3个月，方便面、罐头、压缩饼干、火腿肠、咸菜、油盐酱醋、糖。2. 水，桶装水、净水片、大号水桶，用来储水。3. 药品，抗生素、退烧药、止血药、消毒水、纱布。4. 工具，汽油、发电机、柴油、手电筒、打火机、刀具。5. 其他，保暖衣物、睡袋、收音机、地图。写完，我盯着这张纸看了很久，然后加了一行。6. 改装重卡。我爸活着的时候常说一句话：车就是移动的家，家能破，车不能坏。如果真有什么末日，我唯一的家就是这辆重卡了。我要把它改成一个能跑、能住、能活的移动堡垒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我像疯了一样花钱。我把我爸留给我的30万，加上我5年跑车攒的20万，总共50万，分成3份，一份买物资，一份改装车，一份留着应急。半个月花掉30万。买物资的时候，我尽量低调，分批次，分地方买。今天买米，明天买面，后天买罐头。卖东西的老板问我买这么多干啥，我说给工地食堂送货，没人怀疑。改装车的时候，我找了县城边上一个小修车铺，老板姓孙，50多岁，修了30年车，手艺没得说。我说我要改一辆房车，出去自驾游用，他信了。改装的清单我写了3页纸：动力系统，加装副油箱，换装全地形轮胎，发动机做全面保养，换了所有易损件。防护系统，驾驶室和车厢加装钢板，车窗换成加厚防爆玻璃，车头加装钢制保险杠带绞盘，车厢两侧加装工具架，可以挂铁锹、镐头、撬棍。
生活系统：加装柴暖，加装车载冰箱，加装逆变器，车顶加装太阳能板。储物系统：车厢下面加装3个大号储物箱，防水防潮。孙师傅一边改一边咂嘴：闺女，你这是要去无人区啊？我笑笑，差不多吧。改到第15天，车基本完工了。我开着它在县城的环城路上跑了一圈，感觉像换了一辆车，更重、更稳，更像一个移动的堡垒。那天晚上，我睡在车里，听着柴油暖风机低沉的嗡嗡声，心里第一次觉得踏实。11月26日晚上11点43分，把最后一批罐头搬进车厢里，手机响了，屏幕上显示姑妈。我接起来，没说话。小月，准备好了吗？她的声音很轻，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。准备好了。好，东川已经封了，我出不去，你那边应该也快了。记住，往北走，越往北越好。病毒在低温环境下传播速度会慢一些，不要往大城市走，人多的地方死得快。不要去政府设置的避难所，那种地方会乱。姑妈，你怎么办？我留在实验室，这里有数据，有样本，有……他沉默了几秒。责任。我去接你。别来，东川已经进不来了，你来了也是送死。小月，你听我说，你爸当年让我答应他一件事，如果有一天他出事了，让我照顾你。我照顾不了你，但我可以让你多活几天，活下去。小月，替我活下去。电话挂了，我再打过去。关机。我站在院子里，握着手机，站了很久。冬天的风很冷，吹得我脸上发疼。远处传来几声狗叫，又很快消失在夜色里。那天晚上我没睡，我把剩下的物资全部装上车，又把院子里能用的东西扫荡了一遍。1把斧头，2把铁锹，1捆绳子，半桶柴油。凌晨3点，我把车开出院子，在门口停好，发动机没熄火。我在等那个我不知道怎么形容的东西。末日，灾难，人类的终结，不管它叫什么，我知道它快来了。凌晨5点，收音机里传来第一条消息，是一个地方台的早间新闻。据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，东川市及周边地区出现不明原因传染病，目前已造成多人死亡。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已连夜赶赴东川，请广大市民注意个人卫生，减少外出。我关掉收音机，发动车子，挂档，踩油门，灰色的重卡驶出县城，驶上通往北方的国道。我不知道前方等着我的是什么，但我知道我爸在天上看着我，姑妈在东川等着我的消息。我得活下去。我沿着107国道往北开，已经开了11个小时，路上没什么异常。货车、轿车、大巴车和往常一样来来往往，服务区里还是那么多人，加油站还是那么长的队，没有人戴口罩，没有人惊慌失措，广播里还在放流行歌曲，一切正常得让人害怕。我知道这种正常是假的，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。姑妈说潜伏期20到30天，今天是第24天，也就是说第一批感染的人现在应该开始发病了。东川封城的消息昨天晚上已经上了热搜，但网上什么都有，辟谣的，阴谋论的，说没事儿的，说世界末日的，吵成一锅粥。大多数人还是该上班上班，该上学上学。我管不了别人，只能管好自己。下午4点半，我在临沧服务区停车加油。加油的时候，我看见旁边一辆大巴车上下来一群人，拿着保温杯往服务区里走。其中一个中年女人看了我的车一眼，对同伴说：“你看那车改得跟装甲车似的，神经病吧？”我把油加满，进服务区上了个厕所，又在超市买了包烟。结账的时候，收银员的小姑娘看了我一眼：“姐，你一个人开大车啊？”“注意安全，这2天外面乱，小心点儿。”我愣了一下，乱什么？昨天晚上隔壁县城有人抢超市，听说一群人冲进去，把货架都搬空了。我点点头，没接话，付了钱走了。上车之后，我没急着走，坐在驾驶室里抽烟。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位置抽烟。以前我爸不许我在车上抽，说驾驶室是家，家里不能有烟味，但他自己抽，每次都开着窗户抽，抽完把烟头扔出去。我也开了窗户，把烟头扔出去。然后我做了个决定，不走高速了，高速路太直，太容易被堵住，万一出事，高速上一堵就是几十公里，想跑都跑不了。国道虽然慢一点，但路多，岔口多，实在不行还能下道走小路。我把车开出服务区，在前面的出口下了高速，拐上107国道。天快黑了，国道上车不多，偶尔有几辆大车从对面开过来，车
车灯晃得我睁不开眼。我放慢速度，开了远光，盯着前面的路。副驾驶座上放着一张地图，我用红笔标出了几条路线，沿着107国道北上，经临沧、平城到金华。但我不进金华，从金华西边的青口进山，再往北走，去云中，去北园。姑妈说往北走，越往北越好。我相信她。晚上8点，我在一个叫安远的小城边上停下来，不是我想停，是前面堵车了，长长的一串车，货车、轿车、面包车，堵了至少1公里。有人在按喇叭，有人在骂娘，还有几个司机下了车，站在路边抽烟聊天。我下车，往前走了几步。师傅，前面咋了？检查站一个个查，听说查什么病，查的可严了，查一个放一个，这他妈堵了2个小时了。我心里一沉，检查站这么快就有了。我回到车上，把车熄了火，坐在驾驶室里盯着前面的车流，手机信号不太好，刷了半天才刷出一条新闻：青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级响应，全省设立检查站。来了，真的来了。我关掉手机，把座椅往后放倒，躺下来。今晚走不了了，那就睡一觉，明天再说。还有暖风机开着，驾驶室里很暖和。我盯着车顶发呆，车顶贴着一张照片，是我和爸的合影。那年我18岁，刚学会开车，笑得像个傻子。他站在车旁边，手搭在我肩膀上也笑。那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跑长途。第2年他就死了。我把手伸上去，摸了摸那张照片。我想你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睡着了。半夜，我被一阵嘈杂声吵醒，有人在喊，有车在按喇叭，还有枪声。我一个机灵坐起来，往窗外看，前面堵着的车还在原地，但更远的地方火光冲天，不是一盏灯，是真正的火，橘红色的火焰在夜色里跳动，照亮了半边天。手机响了，不是电话，是紧急警报。青省疾控中心紧急播报：安远市发现多例不明原因传染病确诊病例，请市民避免外出，如有发热、咳嗽等症状，立即就医。我还没看完，外面就炸了。前面的车突然开始动了，但不是往前开，是掉头。一辆轿车不管不顾地往后倒，撞上了后面的大巴车，气囊都弹出来了。有人跳下车就跑，往田野里跑，往反方向跑。但最可怕的是那些不跑的人。我看见远处火光边缘有几个人影在晃动，他们的动作很奇怪，不像正常人奔跑，而是跌跌撞撞、歪歪扭扭，像喝醉了酒，又像被什么东西操控着。一个跑得慢的女人被其中一个人影追上，那个人影扑上去，不是抢东西，是咬。惨叫声隔着几百米传过来，刺得我头皮发麻。我发动车子，但不是往后倒，我往前开。我的车重，改装后更重，10几吨的大家伙。前面那些小轿车在我面前就像玩具，我不跟他们抢，就慢慢往前挪，压着路肩，从缝隙里一点一点蹭过去。火光越来越近，终于我看见了，那是一个检查站，或者说曾经是一个检查站，现在它是一堆燃烧的废墟。几辆警车被掀翻，正在熊熊燃烧，地上躺着人，一动不动，但还有人在动。那些跌跌撞撞的人影正在追逐那些还在跑的人。一个穿着执法队制服的人从火光里冲出来，跑出10几米，被后面的人追上，3个人影扑上去，把他按倒在地。他的惨叫声戛然而止。我猛打方向盘，从边缘绕过去。有一个女人突然从路边冲出来，张开双臂拦在我车前，然后她身后冲出来一个人影，她扑向那个女人，一口咬在她的肩膀上，她尖叫着倒地。我踩下油门，车从他们旁边冲过去，轮胎碾过什么东西，颠了一下，我没敢看。开出2公里之后，我把车停在路边，趴在方向盘上，大口喘气，手在抖，全身都在抖。我见过死人，我爸死的时候，我去认尸，见过摔得不成人形的样子，但刚才那些不是死人，也不是活人，那是什么？我爸教我开车的时候说过一句话：路上遇到事，千万别慌，慌了就完了。可他现在没教过我，遇到这种事该怎么办？过了很久，我抬起头看了一眼后视镜，火光还在，但已经远了。我重新发动车子，继续往前开。这一夜我没再停。11月28日天刚蒙蒙亮，我把车开进青石镇，在安远镇的北边，街上没人，店铺都关着门，偶尔有1、2只野狗在垃圾堆里翻东西。我把车停在一个加油站外面，加油站的卷帘门拉着，我在门口按了几下车喇叭没反应。我下车走到卷帘门前，用力拍了几下没动静，
有人吗？我又拍了几下，还是没动静。正准备走的时候，从卷帘门下面掀起一道缝，一双眼睛从里面往外看，警惕、恐惧、疲惫。你是谁？路过的，想加点油。那双眼睛盯着我看了很久，然后卷帘门又往上掀了一点，露出半张脸，是个50多岁的女人，脸上有一道淤青。她看看我，又看看我的车。就你一个人？对。她犹豫了一下，把卷帘门掀起来，露出半个身子。她穿着加油站的工服，胸口有工牌，加油员王秀英。进来。我弯腰钻进去，王秀英把卷帘门拉下来，锁上。外面怎么样了？不好，安远那边烧起来了，还有些人不对劲。不对劲儿？什么意思？我想起昨晚看见的那些人影，不知道怎么形容。就是像疯了一样咬人。你也看见了？你见过？他点点头。昨天晚上，有人跑到加油站门口，我躲在里面不敢出声。后来走了。我听着心里发寒。你们加油站就你一个人？昨晚我值班，本来8点就该换班的，但换班的人没来，打电话也不接，我猜也出事了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从货架上拿了一瓶矿泉水递给我，喝吧，不要钱，反正也没人收了。我接过水，喝了一大口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一声惨叫，我和王秀英同时僵住。惨叫之后是另一种声音，好像什么东西卡着喉咙在喘气。王秀英的脸刷地白了，她往后退了一步，撞在货架上，发出一声闷响。我按住她的胳膊，示意她别出声，然后慢慢靠近卷帘门，从门缝往外看。加油站外面停着一辆白色面包车，一个男人倒在车旁边，压在他身上的是另一个人，一个女人正死死咬住他的脖子。男人在惨叫，手脚乱蹬，但那个女人的嘴像焊在他脖子上一样，一动不动。鲜血从咬合处涌出来，顺着男人的脖子流到地上，汇成一小滩。几秒钟后，男人的挣扎变弱了，手脚慢慢停止抽动。那个女人抬起头，脸上带着一种奇怪的满足感。她四肢着地，像动物一样趴在尸体旁边，四处张望。然后她看见了卷帘门，看见了从门缝里往外看的我。她开始往这边爬，手脚并用，像蜥蜴一样扭曲着身体，但速度很快。我猛地退后一步。他过来了！王秀英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。那个女人爬到卷帘门前，用手抓，用头撞，和昨晚王秀英描述的一模一样。卷帘门在震动。王秀英捂住嘴，眼泪哗哗地流。我抓起一根靠在墙角的铁管，紧紧握住，盯着那道颤抖的卷帘门。万一他闯进来，我只有一次机会。卷帘门的抓挠声大概持续了1分钟，外面突然安静了。我和王秀英对视一眼，谁也不敢动。又过了很久，我从门缝里往外看，那个女人不见了，只有那辆白色面包车。王秀英蹲在地上，抱着头，浑身发抖。我放下铁管，发现自己的手也在抖。过了很久，她抬起头看着我。那是什么？不知道，但肯定不是人。他哆嗦着站起来，走到货架边，拿起一瓶水喝了一大口。我得去找我儿子，他在平城上大学，我得去找他。我看着他没说话。你能带我走吗？我知道这要求很过分。我儿子叫张磊，平城大学的学生。昨天晚上我给他打电话一直打不通，我想去找他。你带我到平城大学门口，我就下车。求你了！他看着我，眼睛里有泪光，还有绝望的期待。我想起刚才那个满嘴是血的女人，想起她像蜥蜴一样爬过来的样子。如果王秀英一个人留在这里，她能活多久？你有症状吗？什么？发烧、咳嗽、不舒服，或者有没有被咬过、被抓过？没有，我昨晚一个人在这儿躲了一夜，啥事儿没有。我盯着她看了很久，她不像在撒谎。上车之前，你得让我看看你身上有没有伤口。行，我把他带到车旁边，让他站在阳光下，仔细检查了他的胳膊、腿、脖子，没有外伤，没有出血点。上车吧。谢谢你。别急着谢，我带你到平城大学门口，我就放下你，之后的路你自己走。好。我发动车子绕过那辆白色面包车，拐上公路继续往北开。开出10几公里后，王秀英终于开口了。刚才那个女的，我认识她。我转头看了她一眼。她是我们镇上的人，姓马，开小卖部的。我给她加过油，
还聊过天。他人挺好的。他说不下去了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又开了一会儿，他突然问：“你刚才说安远那边烧起来了，还有很多人不对劲儿，你说这到底是什么病？”不知道，但肯定不是普通的病。我儿子，他不会有事儿吧？我没回答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中午的时候，我们在一个废弃的村庄边上停车休息。我拿出饼干和水分给王秀英，她接过去小口小口的吃，眼睛一直盯着窗外那片荒凉的田野。你跑车多少年了5年。一个人跑？不害怕吗？习惯了。习惯了。我爸也是开卡车的，从小跟着他跑。他说路上什么都能遇到，怕也没用，该来的总会来。他点点头，若有所思。突然远处传来一声尖叫，我和他同时绷紧身体，往声音的方向看去。村子另一头有几个人影在动，我用肉眼看不清楚，从驾驶室摸出望远镜，镜头里我看见3个人，2个大人，1个小孩，追在他们后面的是5个人影。那5个人影动作完全不像正常人，他们跑起来歪歪扭扭，胳膊甩来甩去。其中一个追上了那个男人，男人被扑倒，惨叫一声，在地上翻滚。女人抱着孩子继续跑，跑出10几米，被另外2个追上，她摔倒了，孩子从她怀里飞出去，摔在地上，哇哇大哭。放下望远镜，发动车子。王秀英惊恐地问我：“哎，你要干什么？”不知道。我踩下油门，重卡怒吼着往那个方向冲了过去，但是太远了。等我的车开到村口，一切已经结束。3个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那5个感染者围着他们像野兽一样啃食。我把车停在50米外，一个感染者抬起头看向我，那双眼睛灰白色的，浑浊的，和加油站那个女人一模一样。他站起来朝我的车走过来，另外几个也抬起头，站起来开始往这边走。他们发现王秀英尖叫，我挂档，踩油门，拐向另一条路狂飙而去。王秀英缩在座位上，脸色惨白。那个孩子才7、8岁。我没说话，只是把油门踩得更深一些。那天晚上，我们找了一个偏僻的地方停车过夜。王秀英一晚上没睡，就坐在副驾驶上盯着窗外黑漆漆的夜。我也没怎么睡，脑子里全是那个被扑倒的小女孩。天快亮的时候，王秀英突然开口了：“你说，那些咬人的人，他们还知道自己是谁吗？”不知道，但我想他不会希望自己变成那样。王秀英点点头，没再说话。天亮之后，我们继续往北开。中午的时候，前面出现一个路障，不是检查站，是几辆车横在路中间，旁边站着几个人，手里拿着棍棒。我踩下刹车，王秀英猛地坐直了。怎么了？拦路的。她顺着我的视线看过去，脸色一下子白了。我看了看周围的地形，又看了看后视镜，身后远远的有几个歪歪扭扭的人影正在往这边走，不知道是感染者还是正常人，但我不敢赌。前面是拦路的强盗，后面是可能的感染者，没有退路了。我推开车门下了车，瘦高个强盗上下打量我，棍子在手里一下一下的敲着掌心。哟，女的，开大车的还是女的，稀罕啊！大哥，我就是路过，想借个道。借道？这路是我们开的，想过道得交钱。多少？你那车装了不少东西吧？我也不多要，卸一半货，再让我这几个兄弟检查检查，就放你走。检查检查那几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，配上那种眼神，恶心到了骨子里。我攥紧手里的扳手。大哥，我车上就我自己，没什么货。没什么货？那你车上装的什么？空车？吃的、喝的，自己用的。那不正好？兄弟们正缺车吃的喝的，自己拿出来，还是我们帮你拿？他后面几个人又笑了，往前凑了凑，我往后退了一步，背靠着车头。大哥，都是出来混的，给条活路。活路？活路不是别人给的，是自己挣的。今天你这车我吃定了，10项的自己滚。没等他说完， 10项，我拎起扳手就冲了上去。收拾完这帮强盗，我转身上车，继续向北出发。王秀英蜷缩在座位上，脸色惨白，浑身发抖。你杀人了？不知道，没空看。他沉默了，又开了很久。他突然说：“谢谢你，谢谢你带我出来，要不是你，
我还在那个加油站里，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明天。我没说话。你以前杀过人吗？没有。那你怎么？我爸教的。他说开车路上什么人都能遇到，好人、坏人，装好人的坏人。他说真遇上事儿别怂，你怂了，他们就骑你头上；你不怂，他们反而怕你。他点点头，没再问。又开了1个小时，前面出现一个路牌，平城市区15公里。王秀英一下子坐直了。快到了，快到了！平城，这座以前我只路过从不停留的城市，现在像一个死城。街上几乎没有行人，店铺全部关门，有几处冒着黑烟，不知道是着火了还是什么。你知道平城大学在哪儿吗？知道，在清华路往东。我顺着他指的方向开，越往里开越不对劲，前面传来嘈杂声很大，还有警笛声。我把车停在路口，往那边看。平城大学的校门口，几百人挤在一起，有的往里冲，有的往外跑，哭喊混成一片。但最可怕的是那些不跑也不喊的人。我看见人群中有几个动作扭曲的人影正在撕咬身边的人，一个穿校服的男生被扑倒，3、4个感染者围上去。王秀英从车上跳下去，往那边跑。我追下去，一把拽住他。我儿子在里面，你这样进去没用。你看到那些咬人的人了吗？你进去就是送死。他愣住了，眼泪哗哗的流。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啊？等着，等这波过去，我们再找。我们等了3个小时。平城大学门口发生了太多事，有人倒在地上再也没起来，有的人被那些扭曲的人影拖走。后来执法队来了，用枪声驱散人群，也驱散那些感染者。我亲眼看见一个感染者中了3枪，还在往前爬，直到被爆头才停止。王秀英一直盯着那个方向，眼睛都直了。天黑的时候，执法队开始清理现场，活着的人被送上卡车，不知道拉去哪儿；死了的人被堆在一起，盖着白布。那些感染者，那些被爆头的、被打烂的也被堆在一起，但没人给他们盖白布。我下车找到一个执法队的同志，那些人拉去哪儿了？他看了我一眼，满脸疲惫。隔离点。隔离点在哪儿？说了你也不知道，回去吧，外面危险。我回去告诉王秀英，她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：“我要去隔离点。”你知道在哪儿吗？那我也要找。我儿子可能在那儿，我死也要找到他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知道说什么都没用了。路上小心。谢谢你，小月。谢谢你带我出来，我会记住你的。他转身走了，走进那个混乱的、危险的，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城市。我站在车旁边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，然后我上车发动，继续往北开。开出平城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一眼前方那座黑沉沉的城市。王秀英能找到她儿子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得活下去，替我姑妈，替我死了的爸，替我自己活下去。12月1日，从平城出来之后，路更难走了，国道上到处是废弃的车辆，我只好下道走小路。有一次，我正在县道上开，前面突然冲出3个感染者，他们浑身是血，朝我的车冲过来，用手砸车窗，用头撞车门，加厚的防爆玻璃扛住了，但那些扭曲的脸贴在玻璃上，灰白色的眼睛死死盯着我。那个画面我一辈子忘不掉。我猛踩油门，把他们甩开。最惊险的一次是在一个叫鹰愁涧的小镇。那天晚上我实在开不动了，把车停在一个废弃的加油站里，睡到半夜，被一阵敲打声惊醒。月光下，10几个人围着我的车，有的拿棍子，有的拿铁锹，还有一个拿大锤，正在砸车上的储物箱。我趴着没动，心跳得像要蹦出来。妈的，撬不开！这箱子他妈是铁汉子吧？砸玻璃，爬进去！大锤砸在车窗上，防爆玻璃留下一个浅浅的白印。我知道玻璃扛不了太久，我慢慢坐起来，一脚油门踩到底，重卡怒吼着冲出去，把前面的人撞飞好几个。当时我什么都不想，只管往黑夜里冲。开出很远之后，我从后视镜里看见那群人里有一个突然开始抽搐倒地，另一个人扑向了他。我猛踩油门，再也不敢看。12月3日，我进入西园境内，山路更难走了，有些路段被落石堵住，有些干脆塌了。傍晚的时候，我看见路边有一个私人小加油站，我把车开进去，按喇叭，没人。我下车走进平房，里面很黑，柜台后面趴着一个老人，脸色灰白，已经死了很久。我退后2步，不是怕死人，是怕死人身上的东西。但我要油，油枪还能用，油罐里还有油。我加满1箱，又用油桶装了6桶。
加完油，我站在门口，看着那个躺在地上的老人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他有没有家人？我不知道。我把门关上，用石头顶住，然后上车开走。12月5日，我进入北园，路越来越好走，人越来越少，我开始习惯这种孤独。白天开车，晚上找地方睡觉。收音机偶尔能收到断断续续的信号，有人说病毒变异了，有人说感染者会出现狂躁症状，有人说某些地方出现了2次感染。我不知道哪些是真的，但我知道姑妈说的1个月也许已经不够了。6月8日下午，我正在县道上开，前面出现一个路障，几辆废弃的车横在路上，旁边没人。我绕过去，开出几百米，看见路边蹲着一个女人，30多岁。她看见我的车，慢慢走过来，像一只受惊的动物。你好，有水吗？我扔给她一瓶水，她接住，大口大口地喝。你一个人？对。往哪儿去？北边。她沉默了一会儿。能带上我吗？我能干活，会做饭，会开车。我一个人活不下去了。你从哪儿来？云中，我老公死了。3天前他出去找吃的，再也没回来。我一个人躲在屋里。昨天晚上房子被人烧了，我跑出来。他说着说着流下泪来。我有孩子，8岁男孩，他在我姐那儿。我姐在北园市，我要去找他。求你了，带我一段，到北园市就行。孩子，那个词让我心里动了一下。你身上有伤口吗？他撩起袖子，胳膊上干干净净。我打开车门，上来吧。他叫赵红梅，爬上车后浑身发抖。我把暖风开大，又递了一件棉袄给他。天黑的时候，我把车停在一个废弃的村子边上，把扳手放在手边，靠在座椅上闭眼。他没睡。过了很久，他轻轻说：“李月，你睡着了吗？”没。我想跟你说个事，其实我老公不是去找吃的，他是出去找别的女人。我们逃出来之后，他认识了一个比我年轻的。那天他说出去找吃的，我等了1天1夜，他没回来。我知道他不要我了，但我不能死，我有孩子。我看着车顶，没说话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傻？不是，我觉得你挺勇敢的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，那是他上车以来第一次笑。12月10日，我们到了北园市。我按赵红梅说的地址，把车开到她姐住的小区门口。小区被封了，她下车跟执法队说了半天，又拿出手机给他们看照片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中年女人从里面跑出来，赵红梅看见她，一下子哭出来，他们抱在一起哭了很久。然后赵红梅转过身朝我跑过来。李月，我儿子在里面，他还活着，他没事儿。隔离点把孩子都保护起来了，每天检查，每天发吃的。我点点头。谢谢你带我过来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谢你。不用谢，你找到儿子就行。他站在车窗外，眼泪一直流。我看着他，想起我爸当年带我跑长途，每次把我送到学校门口，也是这种眼神，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说什么，最后只是摆摆手。我对赵红梅说：“进去吧。”你接下来去哪儿？继续往北。往北？那边是北荒了。你去北荒干什么？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，也许什么也不干，就是继续开，也许那边比这边安全，也许那边什么都没有，但这些话说不出口。我想看看那边是什么样。赵红梅看着我，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。你是个好人。你也是。他转身走了，走进那道铁门。我发动车子往北开，开出北园市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一眼那座灰扑扑的小城，在夕阳里泛着橙红色的光，那些楼，那些人，那些活着的和死了的，都留在身后。我把油门踩下去，重卡轰鸣着，冲进那片苍茫的暮色里。12月12日，我已经在北荒境内开了2天，过境比我想象的简单。边检站早没人了，栏杆开着，几个集装箱横在路上，像是慌乱中留下的。我绕过去继续开，越往北人越少，最后一个人都看不见了。天地之间只剩我和我的车，还有无穷无尽的戈壁滩。我每天开7、8个小时，然后找个背风的地方停车睡觉，有时候能睡着，有时候睡不着。睡不着的时候就躺在驾驶室里盯着车顶发呆。收音机里偶尔能收到一些断断续续的信号，有人说病毒已经变异了3代，
潜伏期从30天缩短到3天。有人说，感染者在临死前会进入狂躁状态，见人就咬。还有人说，某些地方出现了2次感染者，那些曾经康复的人突然再次发病，像是被另一种病毒感染。我把这些信息拼凑起来，得到一个可怕的结论：病毒在进化，在适应人类姑妈说的致死率。100%也许已经不是最可怕的事了。12月14日，我遇见了信号。那天下午，我正沿着一条荒废的公路往北开，收音机突然响了，滋滋啦啦的杂音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。我猛地坐直，手忙脚乱地调频率。重复，这里是北原城幸存者基地，我们收留所有幸存者，提供食物、水和医疗。如果有任何人听到，请前往，我们等你。信号断了，又变成滋滋啦啦的杂音，有人还有活人，不是1、2个，是一群人，一个基地。那天晚上我没睡着。我在想那个声音，北原城幸存者基地，他们有多少人？怎么活下来的？安全吗？去还是不去？不去，继续往北开进无人区，也许能活，也许不能。去，也许安全，也许不安全。我想了一整夜，天亮的时候我做出了决定，去，不是为了安全，是为了一个答案。我想知道在这个末日里，还有人怎么活着，他们是怎么组织起来的，怎么分配食物，怎么抵御病毒。我想知道除了逃跑，还有没有别的活法。12月17日。开往北原城的第3天，那天下午，我正在过一条干涸的河床，前面突然出现一群人，7、8个骑着马围成半圆形，挡住了我的去路。那些人脸上蒙着布，只露出一双双眼睛，手里拿着家伙，有的拿刀，有的拿棍子，还有一个人拿着猎枪。为首的一个骑马往前走了几步，打量我的车，他开口说汉语，虽然口音很重。你哪里来？南边，中原。去什么地方？北原城。他回头和后面的人嘀咕了几句，然后转过来看着我。你车上有啥？吃的、喝的、油。他眼睛亮了一下。给我一些。我看着他，又看看他后面那些人，7、8个人，7、8匹马，一把猎枪。我能跑吗？我的车重，跑不过马。我能打吗？7、8个人，我一个，胜算不大。给多少？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你聪明，给1半，放你走。1半？我车上的物资够我活3个月，给1半就剩1个半年。从这里到北原城，不知道还要多久。1/3，吃的喝的各1/3，油不。你讨价还价！你们7、8个人，我一个。你们有枪，我有车。你们能追上我，我也能撞死几个。划算吗？他沉默了几秒，回头和后面的人争论了一会儿。行，1/3。我从车上搬下一堆东西，他们跳下马，七手八脚的往马背上装。装完之后，为首那个人看着我，突然问：“你一个人，女人？”对。他沉默了一下。北原城很远，路上危险，你跟着我们走。我们的营地2天路，有吃的，有喝的，安全。我犹豫了，跟他们走。一群陌生人，万一他们骗我呢？但他刚才完全可以抢我，他们没有，他们谈判妥协，算是守信用，而且他们了解这片土地。你们为什么帮我？他看着我的车。你的车厉害，你能开这个车也厉害，我们营地需要厉害的人。我懂了，他们不是帮我，是招揽我，但我也不吃亏。好，我跟你们走。好。2天后，我们到了一个山谷，中间有一条小溪，溪边搭着几10个帐篷和蒙古包，冒着炊烟，有人进进出出，有孩子在跑，有狗在叫，活人的气息。那个领头的人叫巴特尔，是这个部落的首领。他带我走进最大的蒙古包，一个最老的老人开口。巴特尔翻译给我听。你叫什么？李月。你为什么来这里？找活路。你的家人呢？没了。老人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点点头。留下来吧，你帮我们，我们帮你。我只待一段时间，我要去北原城。巴特尔翻译给老人听。他说北原城很乱，很多人死了，但你想去可以去，先休息养足精神再说。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吃到了热乎的饭，羊肉汤，煮得烂烂的，放了盐和野葱。我捧着碗一口一口的喝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不是难过，是太久没吃到热东西了。巴特尔的妻子叫乌云，不会说汉语，但会笑，给我盛汤的时候一直笑。吃完饭，他带我去一个空的蒙古包，里面铺着厚厚的毡子，还有一床棉被。他用手比划着：“睡，好好睡。”我躺下来裹着棉被，听着外面呼呼的风声，
第一次觉得安全。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沉，没有做梦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被一阵嘈杂声吵醒，有人在喊，有狗在叫，有马蹄声乱成一团。我爬起来冲出蒙古包，营地外面尘土飞扬，几十个骑马的人正围着营地转圈，手里拿着刀和枪，嘴里发出怪叫。巴特尔骑马冲过来对我喊：强盗，你开车帮忙！我二话不说跑向我的车，发动挂档踩油门，重卡怒吼着冲出营地，朝那群骑马的人撞过去。他们没见过这种东西，那么大，那么重，那么快，有人躲闪不及，连人带马被撞飞，有人吓得调头就跑。我在营地和强盗之间来回撵，把那些骑马的人赶得远远的。巴特尔带着人追出去，半个小时后，强盗跑了，营地保住了。巴特尔骑马回来。呀，你厉害，太厉害了！那天晚上，营地举行了篝火晚会，他们杀了羊，煮了大锅的肉，拿出藏了很久的酒，所有人围在篝火旁，唱歌、跳舞、喝酒。巴特尔非要我坐在他旁边，一碗一碗的给我敬酒。我不会喝北荒人的酒，太烈，喝了几碗就晕乎乎的。乌云把我拉起来教我跳舞，我不会跳，跟着他瞎转，惹得大家哈哈大笑。那一刻，我忘记了自己是谁，忘记了末日，忘记了一切。我只是一个跳舞的人，一个活着的人，一个被接纳的人。深了，篝火慢慢暗下去，人们陆续回去。我坐在火边，看着跳动的火星发呆。巴特尔走过来，坐在我旁边。他沉默了一会儿。你明天走。嗯。北原城我听过消息，那边很多人死了，病毒变了。有人说得了病的人好了之后又会得更凶，还有人说那些咬人的不是人，是另一种东西。你去要小心。我点点头。你可以留下来，我们这里缺你这样的人。你留下是我的姐妹，是部落的人，一辈子。我看着他，看着这个粗犷的北荒汉子，看着他那双真诚的眼睛，心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。我得去。那明天我送你。第二天早上，巴特尔带着10几个人骑马送我，送出很远。最后，他停下来看着我。你记住，这里永远是你的家。我看着他点点头，然后我踩下油门往北开。后视镜里，那些骑马的人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一个黑点，消失在戈壁滩上。我又是一个人了。12月22日，我终于看见了北原城。那座城市在远处的地平线上，灰蒙蒙的一片，有高楼，有烟囱冒着烟是活着的烟。我停下车，用望远镜看，城市边缘有围墙，很长的围墙，围着整个城区。围墙上有岗哨，有人在走动，门口有检查站，有车在排队，有组织，有秩序。我把车开过去，排在队伍末尾。轮到我的时候，一个穿制服的人走过来，看见我的车，眼睛一亮。这车改的厉害啊，谁改的？我自己。他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有点惊讶。检查很简单，量体温，采血，问几个问题。半小时后，结果出来，阴性。我被放行了。北原城街上有人，有车，有店铺开着门。虽然不是从前那种热闹，但和外面的荒凉比起来，已经是天堂了。登记处在一个广场上，很多人排队。轮到我时，吃饭、领物资、住的地都靠这张卡。你车上的物资可以自己留着，也可以上交换积分。我看了看那张卡，上面有我的名字和编号。我按地址找到了住处，一个改造过的仓库，被隔成一个个小格子，7、8平米，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不隔音，能听见隔壁的呼噜声，但对我来说已经够了。北原城的幸存者基地比我想象的大，据说有10几万人，分成几个区，人们各司其职，维持着这个小小的社会。我去黑市逛了逛，在一个废弃的商场里，很多人摆地摊，卖什么的都有。有人凑过来问我买不买枪，我用半桶柴油换了一把手枪和10发子弹。从那天起，我把枪带在身上，睡觉也放在枕头底下。不是信不过这个基地，是信不过任何人。在基地待了1周，每天早上领稀饭、馒头、咸菜，有时帮人修车赚点积分。我认识了几个朋友，一个是从北荒逃过来的工程师，叫安德烈，50多岁，嗓门大；一个是从中原过来的医生，姓周，40多岁，沉默寡言。还有一个本地姑娘叫娜人，20出头，一个人在基地里讨生活。有时候我们聚在一起喝酒，聊过去，聊现在，
聊未来。我听着他们说话，喝着酒，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。有时候我会想起姑妈，想起巴特尔，想起那个死掉的加油站老头，想起王秀英，想起赵红梅，他们都在我生命里出现了一下，然后又消失了。也许有一天，我也会在别人生命里出现一下，然后消失。你们知道吗？病毒又变异了。医疗区的人说，现在出现了新的感染者。他们不是从外面进来的，是基地里的人，已经隔离了3个。怎么感染的？可能是潜伏期太长，之前没查出来，也可能是病毒在空气里传播了。还有一个更可怕的，病毒会潜伏在康复者体内，过一段时间再发作。发作的时候症状完全不同，传染性更强。那些发病的人会攻击正常人，咬人抓人，被咬被抓的人也会感染。我听得心里发寒。病毒在进化，它在寻找突破人类防御的方法。12月30日，基地里传来消息，南边发现了一个新的幸存者群体，大概有200-300人，正在往北迁移，3天后能到。第3天晚上，我正在屋里睡觉，突然被一阵敲门声惊醒。我抓起枪走到门口，听见那人的声音：李月，快开门！你认识一个叫李秋平的人吗？我愣住了。今天来的那群人里有个女的，说自己叫李秋平，是生物学家。她说她有个侄女，开大车的，叫李月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姑妈还活着，她来了。我冲出屋，往安置区的方向跑。安置区门口有人守着，拦住我说晚上不让进。我在门口站了很久，站到手脚都冻僵了，才转身回去。那一夜我没睡，第2天天一亮，我就跑去了安置区。我穿过一排排帐篷，一边走一边喊姑妈。走到最后一排帐篷的时候，我听见一个声音：小月。一个帐篷门口站着一个瘦得不成人形的女人，头发全白了，脸上全是皱纹，眼睛深深地陷下去。她穿着破旧的棉袄，扶着帐篷的支架看着我。那是姑妈吗？那个每年过年给我打电话，说话中气十足，走路带风的姑妈。姑妈。她笑了，笑得很虚弱。小月，是我。我冲过去抱住她，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，抱在怀里像抱着一捆柴。我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，止都止不住。那天我把姑妈接到我的小屋里，她太虚弱了，需要休息，需要营养。我用积分换了很多吃的，让她好好补补。她一边吃一边给我讲她怎么出来的。东川封城之后，我就知道出不去了，但我不甘心死在那儿。我有数据，有样本，有责任。我把最重要的资料存到一个硬盘里，随身带着。等了半个月，医院满了，火葬场满了，街上开始死人，研究所的人也跑光了，就剩我一个。我混在人群里出了城，跟一群人结伴走，走了1个多月到北原市，又跟着另一群人往这边来了。你走了2个多月？差不多。老了，走不快。我不知道你在北原城，但我知道你往北走了。你从小就听我的话，我说往北走，你一定往北走。我就一路打听，有没有人见过一个开大车的姑娘。我低下头，眼泪又流出来。我们当初以为致死率100%是最可怕的，但现在看来我们错了。病毒在变异，在进化。第一批感染者死了，但病毒没有死，它找到了新的宿主，动物，野猫、野狗、老鼠。它们感染后不会死，只是携带病毒，病毒在它们体内继续变异，然后再传回人类。每一次变异都可能产生新的特性。他顿了顿，声音变得很低。最可怕的一种，我们叫它狂化变种。感染者在初期没有任何症状，但发病时会失去人性，变成只有本能的攻击者。他们咬人、抓人，通过胃液传播病毒。被咬被抓的人感染率极高，而且他们在发病前24小时传染性最强。我想起安源检查站那些人影，想起平城大学门口那些扭曲的动作。那些咬人的人，他们还是人吗？从生物学上说还是，但从任何其他意义上说不是了。他们的脑子被病毒破坏了，只剩下最基本的本能。还有救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带来的数据也许能帮这里的人找到答案。姑妈沉默了很久。小月，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活着找到你，不是为了让你照顾我，是为了让你帮我把这些数据
交给能发挥作用的人。1月15日，我已经在基地住了1个月。每天早上，我去工作区修车赚积分，姑妈去医疗区帮忙，给基地的领导讲她的数据，帮他们分析病毒变异的规律。她身体慢慢好起来了，脸上有了点血色，走路也不那么喘了。晚上，我们和安德烈、周医生那人一起喝酒。安德烈还是嚷嚷着要回北荒，但不再那么认真了。周医生还是沉默寡言，但偶尔也会笑。那人还是那么活泼，到处跑来跑去。基地的实验室根据姑妈的数据发现了一些规律，正在研发一种新的检测方法，可以更早地发现潜伏期的感染者。可能还需要几个月，但至少有希望了。姑妈听了，笑了笑，没说话，但我知道她在想什么。有希望就够了。在基地的这段时间，我偶尔会一个人开着车出去转转，就在基地附近。车还是那辆车，灰色的重卡。他带我走了几千里路，穿过末日，穿过荒原，穿过无数生死，最后把我带到这里。车窗上那些被大锤砸出的白印还在，像一道道浅浅的伤疤，记录着那一夜的惊险。每次看到他们，我都会想起孙师傅那句话：闺女，你这是要去无人区啊？我去了，我穿过了无人区，我活下来了。有一天下午，我开车到一个小山坡上，坐在驾驶室里，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城市。手机早没电了，但那张照片还在。15岁的我笑得像个傻子。爸，我到了。风从车窗灌进来，冷但不刺骨。远处基地的烟囱冒着烟，有人进进出出，有孩子在跑。活着，我们都活着。我发动车子，掉头往基地开。夕阳在身后慢慢落下去，把整个天空染成橙红色。前方灯火亮起来了。1个月后，病毒在姑妈提供的数据帮助下得到了全面控制。我和姑妈最后也决定留在了北原城。